2016年那会儿，二孩政策一放开，出生人口就回弹到1786万。那会儿不少人还喊着二孩红利来了，结果谁能想到，这竟是最后的狂欢。从2017年开始，出生数字跟坐了滑梯似的往下冲，一连跌了7年，到2023年直接腰斩，只剩902万。2024年沾了龙年生肖偏好的光，出生人口勉强反弹到954万，看着比上一年多了50多万。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低位震荡的小水花，纯属回光返照。至于2025年的出生数据，官方还没正式公布，但各方机构掐指一算，大概率在800到900万之间晃悠。说白了，再次下跌的剧本基本已经写好，就差官宣了。从这个趋势来看，甭管短期有没有小波动，未来10到20年，中国出生人口低位运行的大方向已经板上钉钉，而这个变化几乎是直接给未来整个教育系统的学位需求判了走势死刑。教育系统的多米诺骨牌其实早就开始哗啦啦的倒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幼儿园。现在北京、上海、福建还有东北不少地方，幼儿园关门潮都快成常态了，有的城市一年能关掉几十家，堪称批量下线。办园的人心里苦啊，房租、人工、设施维护哪样不花钱？生源一降，单位成本蹭蹭往上涨，亏本赚吆喝的买卖谁扛得住？关门自然成了唯一的出路。紧接着，小学低年级也开始出现穴位富余的情况，好几个沿海省份已经显现出来了。以前1年级一个班级40多号人，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现在缩水到20-30人。有的学校更惨，直接招不满。初中和高中现在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了，为啥？因为他们正好处在高峰需求期。2010到2016年那波出生人口高峰的孩子，现在正扎堆进初中、考高中，所以短期内各地还在扩招，一副供不应求的热闹景象。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清楚，这种增长就是一波顶风浪。2027、2028年之后，这浪头会唰的一下退去，到时候大量学位就得在那儿乖乖闲置，等着积灰，简直是见得快，凉得更快。而这场教育变革真正的震中，其实是大学，尤其是民办大学。民办大学投资大，运营成本高，招生一旦不足，资金链跟纸糊的一样，说断就断。很多民办高校的玩法就是借债建设，靠学费还本付息。在校生几万人的时候，看着风生水起，一派繁荣景象。可一旦生源断崖式下跌，连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绝境。有人可能会问，这难道是中国独有的难题？还真不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就走过一遭类似的路了，咱们顶多算个后知后觉的追随者。咱们不妨看看台湾、日本、韩国这3个典型案例，3种不同的应对模式，付出的代价也截然不同。先来说台湾，堪称近乎无缓冲，最早爆雷的典范。台湾的少子化比大陆来得更早更猛，1995年之后，出生人口就开始断崖式下跌。到了2020年代，高等教育系统就普遍遭遇了招生难的大麻烦。2023和2024这2年，台湾已经有台湾首府大学、中州科大、明道大学等6所大学宣布停办。2022年的时候，硕博士班共54个系所无人注册，其中公立大学31个系所，涉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等名校。按照这个趋势，从2025年起，台湾大概会有数十所私立高校陆续陷入运营困境，到2028年可能会有40所私校彻底关门大吉，简直是批量倒闭。台湾应对这个问题的模式，最大的毛病就是政府基本采取被动救火的方式，只有等学校实在撑不下去，宣布无力经营、停止招生的时候，教育部门才慢悠悠地介入，给学生安排转学安置。结果可想而知，学生焦虑的睡不着觉，家长组团抗议维权，社会上的争议声浪一波接着一波，压根儿没法平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看日本，走的是温和调整，用时间换空间的路子，主打一个慢慢来，不着急。日本的少子化持续时间特别长，堪称持久战选手。1966年的时候，18岁人口还有249万，到了2022年就只剩112万，预计到2040年还会跌到82万，跌的那叫一个细水长流。为了缓和少子化带来的冲击，日本政府琢磨出了2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提高大学入学率，让更多人有学可上，变相延缓学位过剩的需求。大学录取人数也从1966年的29万一路涨到了2022年的64万。第二步，
推行温和退场机制，对那些撑不下去的私立大学采取停止招生，等现有学生毕业后自然关闭的渐进式方案，相当于给学校一个体面落幕的机会。同时还鼓励大学之间合并重组，缩减办学规模，把政府补贴和学校的经营情况直接挂钩，就是为了避免学校突然倒闭引发的公众事件。这么一来，虽然也有大学停办，但整个过程相对平稳，没闹出太大的幺蛾子，算是体面收官的典范。最后是韩国，玩的就是强硬调整，靠留学生填补缺口的狠活，主打一个大刀阔斧，绝不手软。韩国的人口下降速度比日本和台湾快得多，简直是断头式下跌，跌得让人猝不及防。高中毕业生数量从2012年的64万一路暴跌到2024年的28.6万，而且预计到2035年还会降到27.3万，跌得几乎要腰斩再腰斩。面对这么严峻的危机，韩国政府直接祭出了猛药，推出了大学结构改革计划，把全国的大学分成6个等级，从最优秀到强制退场，等级分明，简直是生死榜。对那些排名靠后的大学，直接实施经济制裁，限制招生名额，甚至二话不说就强制退出市场，毫不留情。除此之外，韩国还使出了另一招，强力引进外国留学生。2023年的时候，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8.1万，其中70%都来自中国。韩国就是靠着强制改革加国际生填坑这2条腿走路，才暂时稳住了高等教育的局面，算是狠人有狠招。说了这么多海外的情况，那咱们自己未来会走向哪个方向呢？根据出生人口数据推算，2034年左右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一年的高考人数会达到峰值。为啥？因为那一届考生正好是2016年二孩政策顶峰时期出生的孩子，堪称最后的高考大军。但从2035年开始，高考人数会迎来断崖式下跌，更要命的是跌幅会非常大，甚至能和韩国近几年的下跌幅度掰掰手腕，跌得让人怀疑人生。2024年的大学毕业生有1220万，咱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未来大学不再盲目扩张，就按现在的录取规模来算，到2038年的时候，就算所有高中毕业生都挤破头想上大学，也填不满高校现有的学位坑，简直是学位多到泛滥。而且2026到2030年，为了接住2016年出生人口的那波高峰，各地必然还会继续疯狂增加大学学位。按照国家规划，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65%，要是各省都超额完成任务，到2034年，全国的入学率可能会接近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还要新增大约40万学位，相当于每个省都得再建1到2所新学校。可尴尬的是，这些学校刚建好，刚投入使用，到2038年就会面临没人可招的窘境，简直是刚落地就过时。所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挑战从来都不是扩张，而是未来必然会出现的大学数量过剩的问题，堪称建得越多，亏得越惨。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进程其实可以分成3个清晰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26到2030年，这个阶段的主旋律仍是扩招，各地为了应对高峰入学需求，还会继续抢着扩大招生。第二阶段是2031到2035年，这个阶段高校的数量不会再盲目增长，重点会转向结构优化，部分大专院校会升格为职业本科，一些实力薄弱的学院可能会被整合进综合性大学，相当于强强联合，弱者淘汰。第三阶段是2036到2040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关停并转，大量高校将不得不面临调整的命运，民办高校会以直接关闭为主，公办高校则会合并重组，转型发展，算是换个马甲继续活。到那个时候，高校过剩会成为全社会都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而在这场大洗牌里，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注定会走上不同的路径，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民办高校的风险无疑是最大的，因为我国目前对民办高校缺乏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机制，他们的运营经费几乎全靠学费撑着，相当于靠学生养活。只要招生数量一不足，现金流立马就会断裂，发生突发停办的概率简直高得离谱。更关键的是，学生和家长们都精得跟猴似的，一旦察觉到学校可能要停办，肯定会提前绕道走，压根儿不会往火坑里跳。毕竟谁也不想拿自己的毕业证赌一把，所以很多民办高校的招生危机可能会在2035年就提前到来，出现招不满甚至招不到的尴尬局面。位官贤良，公办高校的处境虽然稍微好一点，
但也绝对算不上轻松。3、4线城市的人口下降速度更快，当地的公办高校办学规模必然会随之萎缩，而那些和学位规模挂钩的财政拨款也会跟着减少，办学资金压力会越来越大，逐渐显现出来。不过好在有政府兜底，公办高校一般不会直接倒闭，大多会通过合并、转型的方式来化解生存危机，相当于背靠大树好乘凉。未来10几年，咱们会频繁看到公办学校改名换姓，或者几所学校合并成一所更大的综合性大学，这都不是什么稀罕事，毕竟活下去才是硬道理。既然韩国靠引进留学生稳住了局面，那咱们中国能不能照搬这个办法呢？理论上确实可以尝试，但有2大不确定性，堪称拦路虎。第一，行政决策能不能保持长期稳定？留学生政策需要的是长期开放和稳定的制度设计，要是3、5年就变一次天，别说吸引留学生了，不把人吓跑就不错了。第二，中国高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能不能持续提高？要想吸引大量留学生，必须在学术水平、生活配套、就业前景等方面都具备实打实的优势，不然人家凭啥放着欧美日韩不去，跑来你这儿上学？难道就因为中餐更好吃吗？但就算这2个问题都完美解决了，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坎儿，中国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了。假设未来每年需要补足几百万的招生缺口，那要引入的留学生数量绝对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不现实。毕竟全世界的留学生加起来，可能都填不满这个坑。所以说，引进留学生只能是辅助手段，想靠它来解决根本问题，简直是痴人说梦，纯属杯水车薪。不过话说回来，危机背后往往也藏着机遇。这场剧烈的教育变革，其实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教育将从选拔转向育人，可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出现教育供过于求的局面。以前是学生抢着上大学，以后是大学抢着要学生，简直是风水轮流转。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冷冰冰的筛子，高校更像是一个选拔机构，而不是育人机构。很多学校心心念念的不是怎么把学生教好，而是怎么提高升学率，怎么拿更多经费，怎么迎合家长的功利性需求，完全是本末倒置。但未来不一样了，当学校数量多，学生数量少，竞争关系就会彻底反转，再也不是学生求着学校，而是学校得拼命讨好学生，吸引学生。毕竟学生就是衣食父母，未来的大学会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就业，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教育系统的调整也必然会到来。未来的中国教育将从过去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变成真正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产业的教育体系。对学生来说，未来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服务，更务实的教育内容，简直是学生的春天来了。对高校来说，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虽然残酷，但也会孕育出全新的发展模式和革新力量。毕竟不破不立，大浪淘沙，始见真金。